中国经济真的要撑不下去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2025年的夏天，数字冰冷得像一把刀，狠狠割开了所谓复苏神话的谎言。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让所有人背脊一凉。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创去年11月以来最低。零售销售同比仅增 3.7%， 创今年新低，比6月的 4.8% 还要萎缩。固定资产投资仅增 1.6%， 远低于市场预期。城镇失业率升至 5.2%， 意味着几百万应届毕业生直接陷入失业寒冬。这些数字看似微小的百分比波动，背后却是数千万个家庭的饭碗。别忘了，中国每年有11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如今就业市场像一口关紧的铁门，他们敲到手破血流，却依旧进不去。7月的主要指标显示，与关税相关的下滑已经开始，美国家的关税已经砸穿了中国的经济神话。很多人以为美中延长了90天的贸易休战就是转机，错了。数据赤裸裸地揭穿了一切。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依旧高达 43.5%， 而且美国财政部正酝酿对经第三国转运的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什么意思？就是即便中国商品绕到东南亚贴个越南制造、马来西亚制造的标签，也逃不过美国的追杀。未来几个月经济放缓可能加快。换句话说，202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极可能全面坠崖。在中国，支撑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如今全部塌陷。投资，7月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全面下滑。房地产新房销售惨淡，房价持续下跌。根据易居研究院的数据，全国70城中有超过65城房价下跌。开发商们像病入膏肓的病人，血液、资金流尽，只能苟延残喘。消费零售额增速 3.7%， 创下今年最惨纪录。要知道，10年前这个数字常年维持在2位数。如今连双11这样的购物节都久不动了。出口呢？不用多说。2025年6月，中国出口额同比下滑了 8.4%， 其中对美出口更是大跌 17%。这就是贸易战的真实代价。面对这样的危局，北京做了什么？不是大规模刺激，而是所谓的以旧换新，补贴消费贷款、育儿补贴。甚至政治局7月会议还在强调落实既有政策。问题是，这些措施顶多能救一条街的小餐馆，却救不了整个溃败的经济。这些数据该给政策制定者敲响警钟。但问题是，北京方面不是没听到，而是根本没能力救。就在经济一片惨淡时，北京方面又出了一记补刀，强制企业缴纳社保。9月1日起，所有企业、餐饮店、个体户必须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任何不缴社保的私下协议一律作废。听上去像是保障工人权益，实际上呢？根据人社部数据，中国企业平均需为职工缴纳工资总额的 38% 到 45% 作为社保开支。对本来就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一刀直接把命根子割断了。于是出现了荒诞的一幕，有企业干脆宣布关门，员工上班才发现厂子没了。有饭店开始招聘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退休人员不用交社保，成本低。8月11日，上海普陀区一家饭店就公开招聘男满60岁，女满55岁，只要端菜手不抖，走路稳。听到这则招聘启事，你是不是心酸？年轻人失业，老人端盘子，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现实。更让人绝望的是，就算企业咬牙交了，年轻人缴了，也不代表未来能拿到。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21%以上。这意味着社保支出缺口越来越大。更可怕的是，媒体早就揭露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填财政黑洞的案例屡见不鲜。钱交上去了，未来能不能领到？没人敢保证。中国的财政已经濒临破产，中国人交的钱很可能打水漂。不光是老百姓不信，连资本市场也在投票离开。根据美国 SEC 最新披露，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在今年第2季度清仓了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中概股，大举买入英伟达等美股科技股。什么意思？就是全球顶级资本用脚投票，中国没未来。2025年上半年，中国 A 股几乎成为了提款机，蒸发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外资通过北向资金净流出超1600亿元，创下近5年新高。债市也不稳，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月的 2.6% 跌到7月的 2.2%， 显示市场资金疯狂逃向避险。为什么？因为投资者不信任中国经济的未来。桥水基金、贝莱德、高盛等国际机构都在抛售中概股，选择涌入美股科技与黄金。资本最敏感，他们早已嗅到风险的腐臭味。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一度暴跌 1.5%， 这是香港市场的晴雨表，说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故事彻底失去了耐心。经济数据冰冷，但生活才是最真实的。2025年7月，第一财经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指数降到20年来最低。什么意思？就是多数家庭选择存钱不花钱。康师傅最新财报更是触目惊心，方便面销量暴跌11亿份，净利润下降超过 20%。 要知道，方便面曾经是国民食品，是最便宜的饱腹之物，如今连它都卖不动了，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真的连吃泡面的钱都要省。城镇青年失业率早就突破官方公布的数字，去年国家统计局干脆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因为真实数据太吓人。有学者估算，实际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接近 40%， 这意味着10个年轻人里有4个找不到工作。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一个新词，全职送外卖博士。很多研究生、博士生找不到体面工作，最后只能披上外卖服，风里来雨里去。有人自嘲，我们是中国最昂贵的劳动力，送一单外卖背后是几十万的学费和10几年的寒窗苦读。曾经撑起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如今成为最大的拖累。2025年7月，恒大、碧桂园等龙头房企债务重组仍然一地鸡毛。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总负债高达90万亿元，几乎等于中国1年的 GDP。更可怕的是，房子卖不动。全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滑 24%， 而二手房挂牌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家庭一夜之间发现房子卖不掉，贷款还不起，原本的财富自由瞬间变成了负债枷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白菜价卖房的荒诞场景。河南某地开发商推出活动，买房送2头猪，送新能源车。山东某地二手房成交价跌到10年前水平。房价崩了，不只是开发商倒下，更是银行岌岌可危。毕竟，房地产相关贷款占中国银行体系贷款总额的近 40%。一旦地产链条彻底断裂，就是系统性金融危机。经济下行，财政收入自然锐减。根据财政部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5.6%， 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暴跌 30%。地方政府怎么办？靠借债。
到2025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估算已突破70万亿元，很多县城财政濒临破产，公务员工资被迫延迟发放。有地方政府甚至公开喊话，大家要共度难关，工资可以缓发，财政先保稳定。于是出现了很讽刺的一幕：公务员在菜市场赊账，教师到银行排队讨工资。财政没钱，还要硬撑维稳，于是只能继续割韭菜，提高企业社保缴纳比例，增加消费贷款补贴，逼老百姓借钱，加大罚款力度，连小摊贩都成了唐僧肉。这种饮鸩止渴的操作，正在让经济陷入更深的死循环。当就业机会被老人挤占，年轻人失业，房子卖不掉，养老金没保障，这个社会的矛盾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2025年夏天，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答案很残酷，不是不想，而是没钱、没未来。中国出生率在2024年已经跌破700万，创历史新低。2025年更可能只有600多万。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会越来越少，社保缺口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离婚率却在上升。经济学里有个规律，经济越差，家庭越容易破裂。中国如今正活生生验证着这一点。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还能靠房地产和基建勉强撑起一个繁荣的幻想，那么2025年这层幻想已经彻底破碎。中美贸易战只是导火索，真正的炸药是内部债务黑洞、财政困境、失业潮、社保危机、人口断崖。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方位下沉的时代，中产阶级被房贷压垮，年轻人无业可就，老人被迫重返打工岗位，政府财政濒临崩溃，国际资本纷纷逃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中国经济真的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快的崩溃。